完了，兄弟们 ，Steam 也被渗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老九。就在不久之前，有一位国外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他们家的游戏因为封面被 Steam 的审核人员根据 Steam 最新的审核标准而被打上了过于成人化的标签。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黄油想要冲塔啊，结果当我真正看到这个游戏的封面的时候，我傻眼了。就这怎么也够不上 NSFW 的标准啊！就这尺度还不如我家附近的海滩，你知道吗？我要是游戏开发，我也不服啊！而且这还不是最夸张的，这个游戏工作室理所当然的提出了申诉，结果 Steam 对于申诉的回复可以说是惊为天人。我给大家读一下 If you look long enough, I'm sure you will find plenty of other partners who are breaking our rules and guidelines. 如果你找得足够仔细，我相信你肯定会发现很多其他游戏发行商也违反了我们的规则和指南。Focusing on the topic of the image on a woman's behind is indeed sexual in nature, regardless of what she is wearing. 但将图片的焦点放在女性的背影上，无论她穿着什么，本质上都属于性暗示。Your graphical assets can be viewed by everyone on the platform and should be appropriate for the store. 你的图片素材将会被平台上的所有用户看到，因此必须适合公开展示。所以这位审核人员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是一位女士，无论你穿着是否暴露，只要你展示出你的背影啊，或者是他这里可能是臀部的意思，就是不合时宜的，是吗？然后我们再看看这张图片，它也没有很夸张啊，这跟其他的游戏比起来根本就啥也不是啊。This is fucking insane, this is crazy. 我操，这都5025年了，我的朋友，尤其是他还强调了无论他的穿着如何这句话。这个审核人员的审核标准啊，可以说是比某些中东国家还要严苛啊。相信我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我这个频道的第一支视频啊，叫做为什么 Steam 的垄断是一件好事。现在看来啊，我当时是真的过于年轻，过于乐观了，真的。就像这位开发者说的一样， Steam 到现在没有任何 comment， 没有任何的回复，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这个员工的个人行为，还是说整个 Steam 整个 Valve 公司的风向已经变了。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啊。就像这个独立开发者他在公开的贴文中说的那样，这就是如今欧美游戏行业的审查现状。我们不得不问一句，如果他们不断降低标准，不断往后挪动底线，这样的做法真的值得吗？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制作一切，希望他们这次能让游戏通过，但问题是，这会到此为止吗？这两句反问啊，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在之前澳洲极端女权组织 Collective Shout 通过 Visa 和 Mastercard 等国际支付巨头逼迫 Steam 审核游戏内容的时候，我就说过，今天它能让 Steam 下架18家的游戏，明天它就能让你玩不上尼尔和剑心。这才几个月啊，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要知道 Steam 之所以能够在 PC 上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发行平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公开透明，而且什么都能卖，玩家有选择的自由，开发者呢也有创作的自由，这才是 Steam 的灵魂所在。可现在呢，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封面图片，就因为它聚焦了女性的背影，或者说臀部，就被定性为性暗示。那接下来是不是所有的女性动作游戏、RPG 乃至体育游戏都要重新审核一番呢？按照同样的逻辑啊，今天它能够阻止这款恐怖类型的非黄油独立游戏上架，明天它就能让剑心2见不到发售日的太阳。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头去看看 Steam 的这个回应啊，你还能发现一些端倪。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回应里说，如果你找得足够仔细，我相信你肯定能发现很多其他游戏发行商也违反了我们的规则和指南。这一句话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员工想要下架更多拥有性感女性角色的游戏，但是由于他现在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所以他只能先拿你们这些独立游戏开刀。 Steam 这是妥妥的被渗透了。无论这个员工是谁，至少说明他本身绝对是想要在 Steam 的工作流程上推进自己的那套理念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影视行业再到3A 大厂，再到游戏发行平台，
如今又是 Steam， 我真的是越想越害怕啊！连游戏玩家最后的堡垒 Steam 都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们来看看广大国外网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Someone needs to inform Gabe about this。赶快来个人去给季胖反映情况，因为毕竟 Valve 是一家私人公司 ，Gabe 对这件事情有绝对的掌控权。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更愿意相信这个事情呢是这个员工的个人行为。还有不嫌事儿大的网友就说了 ，Epic 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再比如这条留言，这个网友说道，按照这个逻辑，所有包含女性角色且玩家能够看到她们腰部以下部位的游戏，无论她们穿着什么，都应该被下架。你觉得呢？还有这位网友的留言，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很明显，游戏行业中越来越多的人以及社交媒体的管理者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厌女倾向（括号不是讽刺），但是他们却因为政治或者社会身份等因素而被纵容、被豁免批评。这样看起来的话 ，Steam 的审核系统似乎已经被某种社会议题所劫持或者是利用了。这个网友又说到，按照这种逻辑 ，Fall Guys 也就是糖豆人里面的小豆人没有穿上衣，他也应该被封禁。然后最后我想读的这条评论啊，真的是绝杀！真想知道，如果主角换成了男性，那么这位审核员还会这么说吗？当然不会，这就是 virtual signaling 道德炫耀的典型表现。这一次的这个锅啊，真的不能再甩给支付巨头了。因为这次本质上是 Steam 自己的问题，我真的更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审核事件是这个员工的个人行为，而不是整个 Valve 公司的风向。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